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是这个香港的这个国际金融地位呢，会不会被这个新加坡所取代？因为香港最近因为反送中的这个游行呢，使得香港这个资金大量的外逃。那很多的报章媒体在报道说，新加坡有没有可能变成取代香港，变成亚洲最大的一个金融中心？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有什么条件可以形成这个金融中心呢？其实很简单，就是说，你钱在什么地方，你钱聚集在什么地方，那这个地方呢就会变成一个金融中心。那当然钱要聚集在这个地方有很多的条件哦。近百年来，其实这个金融中心呢，在中国的地区呢，主要有两个地方，一个上海，一个是香港。那这两个金融中心的形成呢，主要是因为当初这个英国大量的把鸦片输入中国之后呢，掠取了大量的这个金钱，所以先把这个钱呢，先驻足在上海跟香港。那这个时候呢，也就形成了这个汇丰银行。所以汇丰银行它的英文名字呢，就是 Hong Kong and Shanghai Bank。所以 HSBC 呢，它就是当初英国人呢，掠夺大量的中国的钱财之后呢，所设立的一个银行。所以从这个前提，我们就知道说，这个钱在什么地方，它就可以变成一个很好的一个金融中心。但是钱要驻足在这个地方，不是说随随便便就可以，它必须要一个很多的条件呢，所造成这个钱在这个地方。那我们知道金融中心，我们刚刚讲说，钱要驻足在这个地方呢，它就可以变成一个金融中心。但是要让这个钱驻足在这个东西呢，有几个很基本的条件。第一个就是说，它必须要有在这个区域里面呢，它要有很多的金融机构，比如说它要很完善的这个银行体系，它要有一个很完善的保险公司以及金融相关的服务业。如果这些相关金融服务业呢，在里面的机构监管设立都是自由而且数量大的话呢，它就可以形成金融中心的第一个必要的条件。再说它的金融活动是要自由的啊，就自由的。比如说我今天要想做股票，就可以找到可以做股票的这个相对服务的公司。我今天要做基金，就可以做基金的相对服务公司。我今天钱想进去就可以进去，我钱出来就可以出来，它是一个很自由的。那再来是说，它是有保障的，就是我钱进去之后呢，我不担心说我的钱会不见的。所以它的一些法律制度呢，也是非常的重要的哦。但是它没有这个，我刚刚提过说，它没有这个外汇的管制，也就是说，我钱进去，我钱可以出得来，那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现在讨论是说，新加坡可不可以取代香港？但是很少人会谈到说台北有没有可能取代香港，因为台北的这个各项的条件呢，跟香港跟新加坡呢是差太多，所以这个提到说台北会不会取代香港呢？我想这并不是在我们的话题之内，也并不会占媒体的版面，所以这部分呢我们就忽略不讲了。因为香港跟新加坡呢，它都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所以其实它的法律制度呢是跟这个国际上是比较接轨的。它的普通法呢是跟比如欧洲啊跟美国呢，他们是比较相近的。而且香港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仲裁的一个大家可以信任的一个仲裁的区域，所以香港呢，它在近50年以来呢，就成为一个很大的一个金融中心。当然，在另外一个条件就是说，它必须要有一个很稳定的一个政治的一个状况哈。那香港呢，因为之前是英国的殖民地，所以它并不受到中国的这个管制，政治是比较稳定的，所以它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呢，它形成了它变成一个亚洲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金融中心。再是它必须要有一个很优越的地理环境，比如说我们讲香港跟新加坡呢，其实香港它是在东亚地区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位置，它离很多区域呢都很方便，而且事实上它是控制在各个大洲进入这个中国大陆的一个咽喉。那新加坡呢，它是在南洋地区呢，是一个最重要的位置，所以香港跟新加坡，它在地理位置上呢，它就已经注定了，它就有这个条件呢，成为这个金融中心的一个地理条件的一个位置。
它要有一个很充沛的人力资源啊，比如说这个香港几个大学或新加坡几个大学呢，它在全世界排名100大里面呢，它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比如香港呢有4所学校进入前100大，那新加坡呢有2个大学呢进入前100大，所以在这个亚洲地区算是一个进入前100大密度比较大的一个地区或是国家，所以它这个人才的密集呢，也会造成说它形成一个金融中心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条件。那我们根据这个瑞士信贷，它在2018年公布的一个资料呢，说香港拥有1亿元以上的富豪呢有853人，那它是新加坡的2倍。那这个是2018年统计的一个资料。那我们在传统的这个亚洲的金融中心呢，大概有几个地区，比如说我们讲说这个上海、东京、香港跟新加坡。那上海因为它有一个就是它外汇管制的一个问题，所以它真正要取代上海的这个空间呢，目前看起来是不太大。接下来这个 BBC 中文版呢，它在9月9号一个很大的篇幅是说，这个香港的金融中心，香港的金融中心会被取代吗？那他开宗明就说，他在今年这个小编呢，在今年8月的时候到这个香港去，香港就是一片萧条。那很好的4星级饭店呢，它只需要200块港币，但是同时间呢，你到新加坡去，这个新加坡就是一房难求哦，它的住房率达到93%以上，所以在这个相对比较之下，在同时间相对比较之下，因为香港这时候正在示威，那新加坡呢正在积极的去拉拢这个从香港撤出的这些资金，所以相对比较之下呢，相对比较之下呢，新加坡的状况呢，以目前来看呢，它是非常有可能取代这个香港哦。不过呢，因为这个时候香港是正在示威游行，所以这个时点上呢，这个比较是比较不公平的，所以我们可能需要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再看看这个香港的状况跟香港状况呢，是不是这个一发不可收拾。那提到这个呢，我想到一个成语，就是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就是说这个很长的这个堤防呢，那它崩溃呢，起因呢，可能就是因为一个小小的像蚂蚁这么小的穴哦，所以我们看最近目前这个香港的这个资金呢，看起来是大量的往外的流出哦。那香港它的港币呢，它是属于一种对美元的一种连续汇率。这个香港的连续汇率呢，是到目前为止大概有35-36年的时间哦。那它是盯住美元，大概是1美元兑7.75到7.85中间。那最近你去看这个港币的这个汇率呢，它已经接近它的上限，也就是7.85这个地方哦。所以很多的专家就预估说，这个港币对美金的这个连续汇率呢，可能会因为这一次的港元的这个资金大量的外逃呢，让这个联系汇率呢可能会瓦解啊。那这个很多的这个不管是对冲基金或者是很多的投机者呢，都虎视眈眈的去看这个港元哦。他认为说这个港币呢可能会大幅度的贬值哈。所以呢，这个香港跟新加坡呢，他们都有相同的一个地理位置，法律的这个因素，然后他们又有很好的这个机场港口，所以呢，这造成这个香港跟新加坡呢，在亚洲地区呢，都是一个数1数2的这个金融中心。那在全世界的排名呢，香港跟新加坡呢，也都是在第3名跟第4名中间。第1名、第2名是这个纽约跟伦敦2个在比1、2名，那3、4名呢就是香港跟新加坡，那紧接在后的呢就是上海，那上海的排名呢，它还超过了这个东京哈。我们刚才在讲说这个金融中心的这个排名呢，是依据这个英国的智库英国的智库它叫 ZEN 它有一个指数呢叫做 GFCI 的这个指数呢，它可能很多的这个评判条件，然后给每个城市呢有一个分数。
那这个分数呢，就会形成它的金融中心的一个排名。那前4名大概就是纽约、伦敦、香港跟新加坡。那接下来呢，就是上海、东京、雪梨、北京跟苏黎世。那当然台湾呢，大家想说台北是不是也排在这个里面？有啦，因为这是一种指数，所以呢，各种的条件呢，它化成一个指数之后呢，很多的城市呢就可以指数化的排名在这个金融中心的排名里面。那这张表呢就给大家参考。那台湾呢台北呢是排名第36，所以你说我们在讨论是说新加坡有没有可能取代香港，而很少人去谈说台北有没有可能取代香港，因为台北的各项条件呢，可以说是不列入考虑哦，所以这个也很少人去谈论这个东西。那虽然说有报章媒体的一小角会去探讨这个东西，但是这个都不是主流啊，因为台北目前的各种状况呢，它都没有办法，完全没有办法去取代，或是分一杯小小的羹呢，分香港跟新加坡的分一杯小小羹是看起来是都没有办法的哦。那从这个指数排名里面呢，广州、深圳甚至青岛都排在台北之前，但是首尔呢是在台北后，那首尔是在33哦，那台北是在32。我们刚才也提到说香港跟这个新加坡的一个状况，那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曾经讲过说，他非常羡慕这个香港的地理位置，好，那新加坡他觉得他赢过香港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呢，他能够赢过香港的只有一个东西，那就是说北京管不到啊，北京管不到。那香港呢，因为香港呢，它不管是一国两制，它还是属于这个北京的管辖范围之内。但是呢，新加坡一直还是没有办法超越这个香港，主要是因为香港跟中国大陆的这个关系呢太密切了。那因为香港其实就是中国大陆，你要做生意呢，香港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窗口。比如说人民币，其他的汇率呢它是封闭的，汇率呢它是僵固的，人民币汇率呢它是不能挑战的，人民币是不能自由进出的。所以呢，中国大陆呢在香港设一个所谓的境外人民币，也就是所谓的 CNH。透过这个 CNH 呢，其实人民币呢它是浮动的，所以呢这个 CNH 呢它有期货，它有选择权，它有衍生性商品。那虽然说你 CNY 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境内的人民币呢，它是没有办法去操作的，但是我可以很容易去操作这个所谓的 CNH，H 就是香港。所以呢我们在做这个人民币的这个汇率的时候呢，你仍然有操作的空间啊。那通常这个 CNH 呢，它会引导这个 CNY 的这个波动。所以其实这个你说人民币它汇率是僵固的吗？是一个稳定的吗？其实也不是。所以主要就是因为它在境外有一个香港的一个人民币境外的人民币的这个商品，所以它造成让这个很容易的透过这个人民币对各种货币的这个操作呢，让它比较活化。那所以它的人民币的境外呢，主要是设在香港，但是新加坡呢就没有这样的一个权利。所以我们现在看起来说，虽然说这个香港的资金这样大量的外逃，那很多的资金呢逃到这个新加坡去，但是新加坡能不能真的取代香港呢？我想这是一个相当大的一个问号，主要是因为这个资金的外流。但是我们提到说，其实你要成为一个金融中心，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说它是一个贸易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据点。那如果说你要跟中国大陆做生意，你的起点、你的据点、你的资金的停驻的地方呢，首选还是属于香港。那新加坡呢，它是属于一种自由资金的一个聚集啊，比如说这个企业主，或是一个有钱人，或是一个一个企业的所谓的家族资金啊，它这个部分呢，可能会由这个新加坡来去主导。但是如果说以这个企业的大众的资金来看的话，还是以香港为主。但是我刚刚前面提到一个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所以这个也不能不注意。如果说这个资金持续的发酵，让这个所有的企业个人把这个资金都外逃的话，也许香港
它就不再是一个金融中心了。那台北有没有可能变成一个下一个金融中心呢？以目前来看呢，是不太可能，主要是因为台北的人才外流，它的法令僵固啊，外汇管制，虽然说是宽松的，但是它不是完全自由的，它的税的问题没办法解决，所以台北有很多的问题，它没有办法去成为一个金融中心。那香港跟新加坡，它的地理位置呢，不见得比台湾要好，可是就是因为台湾有很多的政治的问题、税率的问题，让台湾呢，它并不是一个相对稳定的一个政治体，所以呢，你很多的有钱人呢，很多的企业，他不愿把这个资金呢 parking 在台湾这个地方，所以台湾在目前来看呢，它是没有条件去取代这个香港跟新加坡的。那这是一个目前一个现实面的一个问题。那香港的问题它会怎么解决呢？也许这个中国大陆它会设一个比如说在深圳设一个外汇的自由外汇区啊，自由贸易区。那其实深圳它的 GDP 呢已经超过香港了，所以也许这个香港它的地位如果渐渐的衰弱的话，那上海跟深圳资金呢能够自由的进出，它的税制、它的法令能够接轨的话，也许在这些地方呢，它都可以完全取代香港。但是新加坡呢，因为新加坡其实它距离这个中国大陆算是比较远啊，所以在很多的方面呢，它没有办法跟这个香港来做比较哈。我们的结论就是说，香港的资金有部分会外逃到新加坡，但是新加坡它要完全取代香港的功能跟角色呢，目前看起来呢是还有一段的距离要走。谢谢大家的观赏。那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或指教的话呢，请在底下留言，谢谢。